好，這幾天許多的觀眾朋友都很關心一件事情呢，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飄出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個論調，掀起了現在國際媒體所有人的關注。那麼，美中的領導人也馬上打了一通電話。我們看到這次是習近平主席主動打電話給川普總統，並且在通話中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希望，不管是美方也好，或是日方也好，在這個問題上要做出自己的明確的一個表態。那與此同時呢，美國的海事這個新聞網站的 Maritime Exclusive， 它一個報道就指出呢，直到今年的10月，其實在中共這邊的高層也做了很多的風吹草動，包含中共解放軍有4位4星將領，他們被免職了。那其中呢，不乏曾經在東部戰區的這個前線指揮官，可以說是這些東部戰區的將領們，他們就是萬一這個中國沿海，不管是對台海、對日本有什麼風吹草動，這些人就是第一線的執行者。那習近平一邊強調台灣回歸的論述，那另一邊是大規模的清洗這些東部戰區的將領，這是在清除軍中的貪腐嗎？表面上好像是，但更多人解讀會不會是說，因為東部戰區很多人嘛，有鴿派有鷹派嘛，現在就是要把鴿派的人全部掃蕩掉，派出鷹派，派出戰狼派，派出想把台灣這塊肉叼回來最積極的這群人，讓中國高層夙願已久的，我們說2027年進攻台海統一大業這個事情，現在已經在做準備了，是這樣嗎？尚志哥，其實我們在看有關於2027年的這個全世界，包括很多的這種軍事的智庫，大家會直指2027年，其實有好多原因。那這個原因不乏，首先第一個部分是習近平在2022年當時是第三任哈，所以到2027年是第4任，這是第一個，他權力的延續，這第一個。再來的話就是中共的解放軍的整體的軍備，包括第6代戰機，包括我們講航空母艦的第4、第5的話，大概都在2027年能夠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成軍。這第二個，第三個都提到說，中美的軍備這件事情，到2027年，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總體贏過美國是會更完整哈。所以以及第4個，我們在思考的其實就是什麼？是中國大陸內部本身，包括經濟或各方面的穩定性，已經可以承擔一旦要攻擊。我們剛才講應該是要武統台灣的時候呢，如果國際制裁各方面，中國內部的經濟體制是可以挺得過的，因為他們一直在準備好。那麼多當中，到底哪一個原因？其實國際當中其實都關注的，或者是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上的經驗角色是什麼？就是要確定你所有的部分最關鍵的將領有沒有2星。所以其實我自己在兩岸當中這30年來，在過去一些產官學在思考兩岸最危險的一個觀察指標，就是一旦大規模的在清洗軍中的，尤其是最高階的人士。為什麼？因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當中朝代的更迭，一旦如果沒有，因為涉及到軍力的變動，整個中國的國土裡頭就有很多的區域的部分戰爭，於是就諸侯割據，就一旦打仗諸侯割據，在近代的時候也叫民國好不容易推翻滿清，結果軍閥割據，所以也就說一旦打仗要進行統一的時候，其實手上有軍權的人，如果他不夠忠誠，不夠真正的向心的時候，他其實非常危險的。我們現在看到，在這一波當中，包括9名的高級將領，33個上將當中，已經有12個上將被清掉了，而且沒有補。所以到底會什麼樣的原因？其實你說是只是反貪腐嗎？但是反貪腐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一旦貪腐，是不是表示美國花錢就可以把你買下來了？或者是說你自己為了你的利益，可以在最後一旦在所謂特別是東部戰區要打台灣武統的侵的時候，其他西北、東北的戰區大家就可以纵兵力，一旦亂起來了，特別是如果一旦整個戰線包括像日本，包括美國等等都捲入的時候，要知道這個部分手上有軍錢，如果不效忠習近平，不效忠北京中央的時候，那完全就是大失控，而且還有列強馬上就進來。所以我們現在在觀察整個在清洗有關於軍中人士，不只是貪腐的問題，所以這裡頭確實有個指標，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在2025年的年底前清洗掉那麼多12名以上的部分上將的時候，就表示後面的遞補大概到2027年之前2年內，因為我們看火箭軍的經驗，1年內、1年半、2年的話就可以穩定下來。所以現在兩岸當中的這個緊張，我們確實要看。我個人是特別覺得，軍事人士當中
的清洗是指標兩岸。我們都知道，今年的部分已經很確定，9月10日，中國大陸已經是推進兩岸所謂推進統一了。這個部分不只是對台灣民眾宣說，是對14億民眾的同胞也都是想要推進統一了。所以軍事是恰好是一葉知秋。是好，這個上次哥幫我們點出了從高階軍事將領的人員調動呢，就可以看出這個中共在實務規劃，尤其是在統一這個議題上呢，現在步伐是邁開了。好，那全球現在再度聚焦台海局勢，還有當中的各種政治博弈跟詭局。中國央視也重提了日本曾經在2021年呢，就針對台海有事，其實就模擬過了3套劇本，這不是什麼新東西。但是因為首相的一句話呢，又被考古挖出來了，並且上了中國的網絡熱搜。我們從曝光資料可以看到，這計劃的核心呢，大概有分成3個層次啊。第一層就包括了水陸的機動團快速奪取關鍵島嶼，然後建立前線的據點。那第2層是大規模的兵力投射，還有最重要的第3層飛彈的介入等等。好，所以日本台海有事的劇本，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這一次，首相在公開的場合從他的嘴裡說出這句話，引發了這麼大的風波。2個問題想請教這些大使：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是玩真的嗎？還是萬人響應、無人到場的漂亮話？2，就是中共解放軍對於這套計劃，我們說日本設定的3層計劃，有沒有什麼解放？就是最重要的是加強戰備力量。這個事實上，2016年開始，日本就已經在這個所謂的西南諸島，就是我們講的琉球群島，是從最南到最北，全部加強軍事的部署。那最南的一個島就是最近那個小泉啊，他去到的這個與那國島。與那國島距台灣110公里。那小泉最近就是明白的說明，他說要在這個與那國島部署034中程防空飛彈。那過去事實上與那國島，我們得知的消息，它在上面的部署了所謂的這個監偵的設備，也就是偵察觀察的偵察的這種雷達設備。是那飛彈上艦的話，這一次連型號都講得非常清楚。當然，這個034的中程飛彈防衛部署，非中程防衛它是大概是針對防空的，大概是50公里以外的50公里左右的。那是不是還有更遠程的打擊量？我們不得而知。可光就這一點，中國大陸的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毛寧就已經昨天在記者會裡面提出關切，說日本在距離台灣只有110公里的這個島嶼上部署中這好攻擊性的武器這個是非常危險的舉動。那可是这个日本在這些島嶼上有所動作已經有多年了，只是目前就是說中日關係緊張它這個問題變得更敏感，而且在最敏感的時候日本的國防部新任的國防部的小泉部長還特別跑到與那國，你知道與那國離日本是1000里之外，離台灣只有110公里，所以呢，他特別強調這麼一個對日本來講非常的所謂以前我們應該講說外島，最偏遠的外島這麼重視其實也象徵了日本對於這個他的這個琉球群島這個防衛是多麼的重視。我剛剛講了他這個整個的目標其實大部分就是什麼戰備。你說我們從與那國島往北走，往北一直看與那國、石垣島、宮古島、下地島、那霸島，再到奄美大島，它每一個島現在都在加強軍備。軍備的方向就是3個，第一個什麼？增強駐軍。像這個與那國島以前是沒有駐軍對現在上一次消息是160人，160人，因為它那個島很小對，非常小那宮古島是600人，那宮古島它的最高的那個山點是500公尺，上面設了一個強力的雷達。那另外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什麼，它的這個飛彈對空，我們剛剛講的034是對空，它這個宮古島很明確，它還有對艦，地對艦，對着海面艦艇打的。兩者皆有那另外一方面，在這個我們在石垣島也是一樣，都是在這個方面人員裝備
然後都是遠程打擊能力的這個裝備上去。那再接下來就是琉球本島。琉球本島本來日本駐的這個軍隊，它是屬於旅團級，是旅團級。可是這2年它提升到師團級，那配員額是4000到5000人之間，所以是兵力加重，然後呢，這個火力加強，然後呢還有很多新的設施。那在比較靠近這個日本本土奄美大島，它修了很多的什麼？修了很多的機場，因為它土地比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運輸機的機場，有3個可以進行運輸機的機場。那另外整個來講的話，日本事實上我們講2021年的這個計劃，它預備在剛才也講了，在那個各個島嶼總共設置130個飛彈的倉庫，所以就變成就是說人員擴充，然後呢彈藥增加，然後那個武器的性能提升。那還有就是它的監察、電戰能力電子作戰能力、反干擾能力全部都加強。所以呢，這個在這個2次大戰以來，過去琉球是屬於美國在管轄，是現在日本的自衛隊已經把它當做一個攻擊前沿了。因為為什麼不是攻擊前沿，而是防守前沿啊？也有說他要把這個將來的戰斧飛彈也放在上面的話，戰斧飛彈有的就可以打1000公里以外。所以呢，就變成這個對日本來講是一個極大的改變。那你說琉球群島有這麼的受到威脅嗎？好像也沒有。所以在他這個在加強，比如說這個與那國石垣島的時候，這上面的軍事的整個的部署當地老百姓都非常的反對。对，因為他們就說，本來我是無武裝的，那不會變成軍事打擊基地。那你現在變成武裝了以後，又有遠程打擊別人的能力的時候。那真正情勢緊張的時候，它就可能被打擊。是，所以呢，這個對於與那國島、對於石垣這幾個非常靠近台灣這幾個島，他們越離這個日本遠，越離這個台灣近的，他們這個老百姓心裡面都是蠻抵制的，蠻抵制的。可是看起來日本加強這個琉球群島整個的人員的以及裝備的人員的部署將被提升，這是一個既定的計劃。是，而且進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了解。好，因為一句台灣有事論，讓中美日3方的領袖呢，現在都為此通話。那我們台灣的長官們有什麼表態呢？來看到行政院長卓榮泰25日就針對習近平聲稱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組成的部分，他表示呢，中華民國台灣是完完全全的主權獨立國家，所以沒有回歸這個選項。紐約時報則分析習近平向川普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論述論點就是在中美2戰的時候呢，曾經是並肩對抗法西斯主義跟軍國主義的夥伴因為日本2戰的時候又侵華又偷襲珍珠港嘛，所以是中美2國共同敵人，這個沒有任何的毛病。那不該讓台灣這個問題來動搖曾經的歷史紐帶。那習近平試圖用2戰的敘事來拉攏川普。但後者呢，似乎沒有要接這個球，沒有要去提這件事情，繼續維持美方一貫以來對台灣議題上戰略模糊的這個立場。那不知道這是兩人認知上的差異呢，還是就是一個避諱？我不想跟你主動掉入到你的陷阱裡。那烏克蘭的結局已經對於大家全世界已經是個血淋淋的案例了。台灣生活在這邊2300萬的人，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啟示？幹哥，你的看法？所以你看剛才大使所講的這一段非常重要。為什麼？我為什麼要在西南諸島，然後建立飛彈的倉庫？然後他一直沒有提到海上自衛隊。其實海上自衛隊未來的動向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有一個觀念：日本海上自衛隊現在是全球第4強了。它只是一個自衛隊，錯了。它的實力超過多少國家？它只輸給中國、俄羅斯跟美國而已。它現在是第4強，它隨時可以變得更強。海上自衛隊就是這麼強。好，但是碰到了中國，它就沒轍。為什麼？因為中國的規模已經不是你可以想象的，連美國都不敢想象。所以高市早苗現在在玩危險的棋。你在接近台灣的這些周邊島嶼部署了這樣的武器，甚至你還有什麼水陸機動團？水陸機動團就是海軍陸戰隊，這個最敏感。你只要部署了水陸機動團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派了最精銳的部隊到這些島嶼來，那就是台灣有事，馬上就可以動起來。所以水陸機動團絕對不是來玩的，它是很可怕的部隊，是日本自衛隊裡面的精銳。自衛隊到現在規模不到15萬人，你就派了水陸機動團來，這代表什麼意義？就是要干預，萬一台灣有事的時候，馬上就能夠介入，或者馬上就能夠拒止，這是最大的意義存在這邊。所以習近平這次他講了一句，他既然提到了二戰的敘事，對，可是讓大家非常感到，因為其實中國在2次大戰的，就是說解放軍他所扮演的角色，在歷史上從來不是他們要強調的對象，因為他們承認是由國府來打這場戰爭的。但是這一次他們必須要拿出來，為什麼？他說，中美在2戰期間並肩抗擊法西斯主義跟軍國主義，我們應該好好維持着這個幾十年來的共同的特性跟成果，所以希望川普能夠重視這件事情。那其實老實講一句，中國在就說我們10月25號的台灣光復節的時候，台灣光復沒有什麼活動啊，台灣本身都沒有什麼活動，大陸那邊是大做文章。大做文章是什麼意思？就是必須要去回顧歷史，知道說台灣是從日本佔領底下光復的。那現在中國願意回到史實來審視這件事情，反而是台灣自己的政府不願意審視，他們叫做終戰，不叫光復，你聽得下去嗎？所以行政院長卓榮泰他說，台灣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沒有回歸這個選項。對，我們都同意，你現在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但是兩岸之間難道永遠不要談嗎？我想再這樣子下去的話，習近平的態度只會越來越強硬的，而且對美國的施壓會越來越巨大。是，好，两岸人民哦同文同種，所以我們還是不希望看到两岸真的有這個兵戎相見的一天啊！天佑台灣。好，下段節目回來還有 AI 版圖的變化跟俄烏議題的討論，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